那有人知道古埃及人是如何亲吻的吗？大家好，我是埃及南希，今天讲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B 站刚上映的动画片《木乃伊历险记》，为什么我称它是动画版的《逃出大英博物馆》呢？看完你就知道了。Marriage is forever and us mummies live forever, so I think... 开头是一段赛车戏呀，我立马就想到了图坦卡蒙。其实图坦卡蒙也是飙车党，他的陪葬品里就有6辆战车，因为他希望自己在来世继续飙车。根据对他的木乃伊的研究发现，这小伙子就是从战车上摔下来死的。这里的战车做的比较还原的，装饰很漂亮，2匹马拉着，轮子也是最常用的6轴的，用手拉着绳子也是比较真实的。在一些壁画上，图坦卡蒙或是拉二把绳子系到腰上，双手持剑，很明显就是在装逼。另外，战车并不是古埃及人发明的，公元前1650年左右，西格索斯人从西南半岛入侵埃及后引入的，古埃及人改良了一下，最后把西格索斯人打回老家了。这里场景做得不错，墓地守护神阿努比斯、太阳神阿蒙神，他这里用刀子开棺呀，应该是在讽刺发掘图坦卡蒙墓葬的卡特。图坦卡蒙的木乃伊因为时间原因贴在黄金棺木上拿不出来，卡特就是让他在太阳下暴晒6小时软化，然后直接用刀刮的，导致图坦卡蒙的木乃伊被分尸。这可不是我说的哦，卡特在自己的日记里说的。卡特虽然是很优秀的考古学家，埃及人也感谢他在考古方面的发现，但是他确实做过一些破坏文物的事情。最近还被发现曾经偷偷的把文物带回国送人或者卖钱，这个是手里的人和英国卫报证实的。接着往下看，这里有一个头顶日盘的狒狒。古埃及人发现狒狒总是喜欢在日出的时候对着太阳叫，就是把它称为太阳神的赞颂者。它的头上这个日盘是古埃及的时钟。古埃及最早在3500年前就使用日盘来看时间了。这个战车预示图特，不知道是不是来源图坦卡蒙，名字和门口图特神一样。不过这里的人和动物怎么都缠着木乃伊的绑带啊？大街上的装饰看着也是现在埃及风格。这些蔬菜水果在埃及也就是这样摆的。这个很凶的女角色的背景感觉很用心啊，是猫神巴斯特。巴斯特就是有凶狠的一面的。他这里说太阳神拉，其实根据片子里的出现的元素，这个时候的主神是阿吞神，应该说太阳神阿吞。而且这里的城市场景应该就是根据崇拜阿吞神而建的阿玛那城。根据 The Story of Egypt 记载，阿玛那城就有天桥一样的东西，还有非常发达的马路系统和儿童游戏房间。皇宫室内的设计也是马尔嘎达风格，片子里也做了复原，包括几座手捧圆盘的雕像，也是历史上阿玛那城真实存在过的。这座城市是为了阿吞神建的。那阿吞神有什么特别的吗？阿吞神是阿肯那吞为了抵抗祭祀团体而信仰的一生崇拜。这个阿吞其实早就存在了，而且在阿玛那就是阿肯那顿和阿吞神共同治理国家。当时阿吞的肉身就是阿肯那顿的父亲阿门哈托普3世，也就是说当时的埃及是由逝去的阿门哈托普3世和阿肯那顿共同治理的。看这里的翻译，凤凰鸟 Phoenix 的起源就是古埃及的贝努鸟，有几个镜头也出现了贝努鸟。根据普勒塔克的记载，当时的埃及人告诉他，这个鸟的颜色就是金丝和红色，所以这里还原的还挺不错的。不过王室大部分是内部通婚，不可能是让鸟来选。In 7 days you shall wed the Princess Nefer. Nefer， 哦，原来是 Nefertiti。那这个男主就是不是图坦卡蒙。Nefertiti 是崇拜阿吞神的阿肯那顿的老婆。剧情的年代那能确定是阿肯那顿的时候了。不过要注意啊，Nefertiti 有6个女儿，
最少3个名字里都有 Nefer， 还有片子里叫她公主，那就破案了呀，就是 Nefertiti 的女儿。前面法老还说她是以后的继承者，那就是更加确定了，她就是很多史学家认为的阿肯那顿之后的女法老 Nefertiti 的大女儿 Neferatun。感觉这一段知识好硬啊。 God Ra, this could only be the work of Livings. 活人干的。哦，原来都是木乃伊啊，意思是他们生活在来世，怪不得都缠着绑带。他们在这里玩的游戏是古埃及的塞勒特棋，棋盘复原的非常精确，棋放的位置也是很正确的。而且最晚出土的塞勒特棋就是在托勒密时期的妥特大祭司的墓葬里，不知道和男主妥特有没有关系。现在埃及也玩类似的游戏，以前讲过的叫掏了。这个场景挺有意思，是英国泰晤士河边上的埃及方尖碑。不要问怎么来的，文明人不存在传多这个词，肯定是送的。到了大家最喜欢的环节啦，这里男女角的亲吻。那有人知道古埃及人是如何亲吻的吗？还真有人研究过。根据安娜·路易斯在《古埃及之精神记载》里，古埃及人的亲吻不是用嘴巴，是用鼻子，就是闻对方的味道。是不是感觉非常野心啊？这也间接的说明为什么古埃及人这么注重香水了。而且古埃及文的文字第4个表意符号就是一个鼻子。古埃及关于亲吻的记录不多，阿肯那顿的一个浮雕上有抱着他的孩子亲吻的画面，但是仔细看并不是嘴巴对嘴巴。在4500年前第5王朝的一个墓葬里表现比较明显的2位皇宫的美驾驶抱着在一起亲热，就是鼻子对鼻子贴在一起。学到了，他们打个1哦。这个博物馆就很明显了，明显就是在说小英博物馆。门口这8根柱子和车上的标志和小英博物馆一样。这动画片把粉丝用的太高级了，没想到在一部动画片里还能看到这种正义剧情。古埃及文物被英国人偷走，拿到博物馆展览，然后和主角一起逃回祖国，这不就是动画版的逃出大英博物馆吗？看来在美国也有一些人对这个博物馆有意见啊。和电影木乃伊简直就是2个相反的方向，一个宣扬强盗逻辑，一个粉饰强盗逻辑，一个告诉大家古埃及文化很恐怖，一个告诉大家古埃及文化很美好。建议大家有时间看看这部动画片，我给9.9分。今天就到这里啦，下次再见，拜拜。